今天我们要还原的呢，就是2战之后的广式包点。如果要还原的话，那个包不可以太白哦，因为我记得以前的包是带黄的。我以前很大的，这么大。包子啊的皮啊，我知道是最难做的。最主要是那个老面种哦。什么是老面种？这个面种是60年面种。我比我还老啊，60年的面。朋友，我们需要面种。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来求他了。哦，啊，哎，你们来了。哇哦，哇哦，弟弟，你这次哦，哇，你是干嘛？天鹅酥嘛，这个是你做的天鹅酥啊？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玉饺啦。原来如此，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广式的点心和包点啊。那我知道呢，你是来自香港的啊。是像这个广式的点心跟包点，对你来说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小的时候，我们早上一家人基本上每天就跟爷爷奶奶会下去喝早茶，吃点心，都有一个小时候的情怀在那一边。那这一个玉饺就是我必点的一道。当然，传统的那个玉饺啊，炸的金黄色的。是。那这一个呢，我就加了一点茶沟powder，因为黑天鹅嘛。它的那个外皮呢，非常的酥脆，然后里头呢就可以看到里面是什么来的？有一点类似叉烧。那我这个因为是做前菜嘛，那我就放一点比较咸的料。跟我习惯的那个玉饺呢，非常的不一样，不过是好吃。好，那你对本地广式点心跟包点的印象啊，都是在近年的一些印象吧？你也不知道早期我们这边的饮茶文化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对。现在就带你去见这2位达人哦，他们对这方面呢非常的了解。哎呀，哥哥姐姐啊，你们都到了啊！到了的，你知道了。我没，都是他了，他每次迟到的。哎呀，给你介绍一下，他叫做 Chef D。Hi Chef。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新加坡历史最久的这个酒楼了啊。那老板娘就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历史吧。我们已经93岁了。早期的时候是在那个大世界游艺场，就是现在的 Great World City。后来呢，就因为大世界要装修，我们就搬到东方戏院那边。然后后来又搬到 Upper East Coast Road， 之后呢就搬到来我们这 Upper Cross Street。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你们2位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啊，新加坡的这个饮茶文化。本地的饮茶文化其实是从那个广州那边开始的嘛，然后又到香港，然后才传到我们这来。据说二里馆是中国广州茶楼的前身，所谓二里是美中茶卖2厘钱。清末民初时，广州街上的二里馆是贩夫走卒的食肆。一盅烈茶，2件粗制点心糕饼被称为一盅2件。从中国广东地区移民来到新加坡的广府新客，保留了喝早茶、吃点心包点的饮茶习惯。2战前的新加坡有8大酒楼，当中有不少是以茶酒楼作为经营模式的，也就是早上是茶楼，一到中午以后是酒楼。当时的牛车水也有不少贩卖点心包点的茶居，而包点中以叉烧包和大包最为普遍。在新加坡呢是没有说7早8早喝茶的嘛，可是在外地呢，在香港那些地方呢，他们就是5点多啊就有的吃了啊。我们这一般上就是10点啊。最早的茶楼那时候是在南天，好像是1927年开始的。楼下呢就是喝早茶的，楼上最顶的那层呢，晚上是夜总会，下午呢就是一个酒楼。新加坡饮茶其实这个最蓬勃的时候是打仗过后，生意恢复了嘛。比方说那些老板啊，那些退休的人啊，早上干什么呢？就是去喝茶聊天。
点心会有很多样，对，我们这样子随便讲啊，排骨、凤爪，是汉堡胸埋，一定的。还有大包，小包大包、小包、叉烧包，还有莲蓉包，还有豆沙包。所以你看哦，因为点心那么多啊，然后我们还原的时候，没有可能还原那么多样吗？对，是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找出到底众多点心当中经典的点心，就是那种必吃的点心是哪几样？如果是要追寻到广州的话，四大天王就是叉烧包、烧麦、虾饺，最后一个可能是蛋挞，也可能是马来糕。你要看哪一个时代。我们这边就从叉烧包啊，就在我面前了。哦，好咯，赢了咯。OK， 每个人他自己拿一个叉烧包哈，来。为什么有些叉烧包是有开口的？据我所知呢，在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叉烧包已经开口了，在香港也是有开口的。是在新加坡，我觉得是两派的。一派呢，如果受到香港师傅训练出来的点心师傅，一定会开口；另一派是本地训练出来的，这反而没有开口。如果说我们是要做本地的话，就是不能做开口的。是。里头的这个叉烧哈，是用哪一个部位的肉哈？传统就是猪腩肉 ，pork belly 啊，因为它的肥和肉 ratio 比较好。以前的叉烧包肥肉占据很多，吃起来很油腻。还有那些叉烧呢，他们自己煮的嘛，那时候是用南乳，带红的不是鲜红。现在你看到这些叉烧是鲜红的嘛，它就放了红粉进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蚝油啦，姜青呢，黑酱油，麦芽糖，麦芽糖很重要，胡椒粉呢？一点点。它的那些酱汁呢要怎么做啊？酱汁当然用那个叉烧油来做，是最重要是用那个生粉来勾个芡，蒸了之后那个变成一个汁。它的调味呢？看个人的口味，有些还会再放蚝油啊、糖啊、水啊、对，酱油、酱青、花雕酒。但是最大的差别现在是以前这是用手切的。现在就用机器来切，是，而且现在的那个叉烧哈，未必哈，是用炭来烤的。我们50、60年代的话，叉烧一定是用那个炭烤的嘛，对不对？这样子烤出来的就有那个炭香。对，如果要还原的话，那个包不可以太白哦，因为我记得以前的包是带黄的，带一点点黄，因为现在的粉有一点漂白的因素在里面，因为好看嘛。以前很大的，这么大，对，现在已经收缩了差不多最少48%吧。对，因为我小时候我记得吃一个叉烧包已经饱了，对吧？就饱了，对。所以听起来我觉得从以前跟现在叉烧包好像变化是蛮多的，是，好像可以做了啊。好，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谈的就是烧麦。传统的烧麦，是怎么样的？50、60年代的烧麦，烧麦最重要那个肉一定要用刀剁，不可以用机器。因为你咬下去一定要有一个肉的感觉呀，还有一定要肥，那个肥肉还要用手切，比那个猪肉剁的猪还大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你蒸的时候，如果你切的太少，它会变成油；如果你切的大一点点，你咬的时候有个口感。这个烧麦哈，从那时候到现在来讲啦，在口味方面呢，有没有很大的变化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那个材料的个 quality。就差很多。另外的一个天王虾饺，我记得小时候我吃那个虾饺呢，不像现在的非常的美观。比方说你看到里面的馅啊什么什么，以前的是根本看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淀粉是放一点点，米粉就比较多。收它蒸出来就有点像笋桂这样子。对，但是比笋桂薄很多。吃的时候呢，你吃那个米香，现在反而你吃不到那个米香。那馅料方面呢？现在也是一定有虾啦。那时候我记得他们也会放一点点那个沙葛。味道方面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没有什么差异。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大包啊？我们这没有卖大包啊？为什么你们卖大包啊？哎呀，卖大包一吃了就饱了。对，大包呢，其实在第2次世界大战过后，在广州那时候生意不是很好，那些潮流就故意推出这个大包来吸引客人来，所以其实是个噱头来的，一个噱头来的来招生意。但是因为是亏本生意嘛，分量那么大，对不对？所以每天他们会固定做
很少很少的分量啊，这个馅很简单，只是猪肉和沙葛。去到香港的时候，他们就会加入鸡肉啊，因为香港人的味觉比较敏锐啦，他们要层次感嘛，冬菇啦、腊肠，因为香港的腊肠很出名嘛。是。但来到新加坡，我们就加更多东西，就鸡蛋啦，有鲍鱼，鲍鱼是很高尚的。还有鲍鱼。新加坡的那时候的鸡肉很贵啊。我们就放很多猪肉进去，这个鸡的部位呢一定要鸡中翅因为鸡肉本身没有什么味道，用那个骨来带出那个鲜味。不过现在的大包哪里有鸡骨头好像有些地方也不放鸡啊，放猪肉，只放猪肉而已啊。对，所以早期的这个大包里头的那些猪肉吧，是用猪的哪一个部分呢？通常是以美肉为主。是用什么来腌制？广东人嘛，就是蚝油、蚝油、花雕酒，对啦，生抽、胡椒粉，对。我记得我吃的大包里头是有盐水的，是吧？有一点点。沙葛一定会有的啦，沙葛一定会有。我小时候吃的大包是蛮大的，对，就是一笼里面只有一个大包这样子。对，现在的大包是以前的肉包，对，缩小了很多，很多很多。鸳鸯萝卜汇成真，夺目耀人且创新，逆向咸甜齐并举，秋冬产品赛人参。我刚才背的是什么东西啊？我这些不懂哎。就是形容那个广式的萝卜糕。啊，萝卜糕不就讲萝卜糕了，写到这样干嘛你笑什么啊？你听得懂没？Anyway， 我知道呢，这边呢就有这个点心啊，它又巧又雅，而且呢还能养生。今天我就牺牲一下，改名叫做 Robin， 我去试试看。志豪你好，你好，跟我介绍这2道菜好不好？可以。这个是我们的葱炒花萝卜丝酥饼啊，所以刚才我吟的那首诗就是因为这个。除了萝卜丝以外，我们有加入了葱炒花，它其实是阴阳双补的，养肾也蛮养肺。如何？这个是药膳来的，对，很好吃哎。Thank you。因为总的觉得药膳那个药茶味很重。不过坦白说，这个吃起来没有什么那种药材的味道。葱炒花是完全没有味道的东西。萝卜本身，如果你炒它的话，对啊，你生炒它，然后我们再把它熟制的话，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清香的味道会出来。是不是有用什么上汤吗？没有。因为其实我们餐馆一直遵守就是我们不放任何的味精，尽量把它的原味给煮出来。那个酥皮会难做吗？酥皮如果我们制作的话，大概需要2天的时间。它真的很酥，它类似像口烧，对，有点像那种千层皮这样子，对，真的很好吃。谢谢。这个红枣，这是我们的枣王椰汁糕。红枣我知道，对我们的眼睛很有帮助。然后它其实也可以帮你们补钙。那个红枣，它那独特的那个香气，它的那个甜，椰浆本身的那个香气它们2个掺在一块的时候，它有一个层次。对，所以同样的，我觉得那个效应就是真的是让这个食材的原汁原味就这样子散发出来。我们就会寻求一些中医师他们的那些意见，然后from there我们再来慢慢去研发。Chef， 这里有几篇文章是有关于本地广式点心的一些历史好，第一篇这边就写到，对于上一代的新加坡人来说，战前呢有所谓8大茶酒楼。然后，先驱于东学院所创办的南天酒楼呢，应该是本地最早的这个酒楼。一提到这个南天酒楼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到附近的这个珍珠山。这里就写着在20世纪初，珍珠山山脚下呢，便有小贩聚集摆地摊叫卖，接着逐渐形成一个小市集，再来呢就便建立成这个珍珠巴沙。而我们现在要去拜访的这个老字号也就是当年呢。珍珠巴沙老字号包点的点心档，那个档口现在呢就在那个珍珠坊熟食中心里头。好。Hello， 你好，凤萍对不对？对，这位是 Chef D。Chef D 好，你好。他有个弟弟叫做 Chef E， 妹妹叫做 Chef F。
据我了解啦，在整个新加坡啊，历史最悠久的这个老字号就是卖包点啊，还有点心的，就是你们了哈。啊，我的爷爷大概1900年从广州带我的阿妈过来新加坡谋生，他是做街边扛起2个 basket 卖呀。那他怎么开始会做这个点心呢？因为赚到钱了，他就租了珍珠巴沙的店面了，先开始卖广式的烧腊、竹茶，还有点心和包点。所以做着到现在，你是第3代了啊，我是第3代。那以前卖的这个点心啊，跟现在的应该有一些差别吧？以前的多一点啊。以前多一点，所以当年有的，不过现在找不到的有哪一些呢？腊肠包啦，还有鸡扎啦。为什么以前有，现在没有了？人手不够。哇，你太客气了，谢谢。这个烧麦啊，有勾起我童年的回忆。这个的长相啊，很像以前的烧麦，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的烧麦呈现方式就比较精致。对，那味道方面啊，现在的烧麦跟以前的烧麦有什么差别吗？大致上一样啦。我们的烧麦是传统式的猪肉切小片的，口感会好一点啦。然后我们有放虾，我们就拿那个猪肉去打那个胶出来，然后才放葱调味料啦。所以早期古早味的这个烧麦的材料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味道大概一样了。可是我发觉到哈，你这边好像没有那个哈搞哦。哦，没有卖虾饺的，因为那个虾饺那个皮不耐蒸，如果你 continuously 在那个蒸炉蒸啊，它的皮会破掉。我还没接手都没有卖了。所以凤婷到底是哪一个点心啦？味道的改变是最大的？最主要是叉烧包和大包啦，因为以前的猪是吃馊水，还有冷饭，猪肉有猪的味道，很香很软。叉烧包和大包，他们用的猪肉多一点，所以会明显一点呐。我一定要试试这个大包啊！以前的大包比较大，15% 啊，多油腻一点啊，还有咸一点啊。以前是有鸡肉。是，而且我最喜欢的是可以吃到，比如说鸡腿的，它一定会有一个骨在那边啊。以前和现在的大包都有放沙葛和葱。传统大包猪肉是用前腿和后腿了，有糖盐、胡椒粉、麻油、黑酱油了。哦，还有鸡蛋。鸡蛋以前是1/4，现在是1/8了。有一片腊肠，还有一片鲍鱼了。我妈妈说。所以现在的大包就少了很多东西了。对，没有鸡肉，也没有腊肠了，没有，也更没有鲍鱼了啦。像鲍鱼这样贵，哇，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真的考虑做这个大包嘞，因为好像以前有的很多东西现在都没有。对呀。这个就是东南亚式的叉烧包，上面是没有开的。对，以前的叉烧包大3%这样。你们早期的叉烧包跟现在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猪肉了，以前是用前腿肉加肩胛肉，所以以前是比较大块一点的啦，比较有口感啊，嚼劲。还有那个肥肉看得到了，最主要是那个叉烧油多一点了。因为现在我们叉烧是外包的，所以没有这么多那些叉烧汁啦。以前我们自己烧的话，就有多一点，有一点肥啦。我们自己腌的，还有自己烤的，用炭啊。叉烧我们是用什么来腌？以前是糖盐啊，还有红粉哦。然后炒了之后，那个叉烧的油滴下来，我们收集，放水、盐、糖啊、味精啊、胡椒粉哦，来做我们的芡啊。我们放了番薯粉，你蒸的时候那个番薯粉会融到，所以有汁出来。所以早期的这个包子皮它是有多厚的？我爸爸说是很薄的，一咬下去就是肉。哦。可是现在现代人要卖相好，不要那个汁流出来那个皮，所以我们的包子皮有点厚。包子的皮我知道是最难做的。最主要是那个老面种哦。什么是老面种？老面种是要发隔夜，加水、加面粉、加泡打粉才可以用，然后留一点给另外一天。就一直反复。
一定要隔夜吗？啊，一定要隔夜，给它发酵。这样就惨了咯。你又不是做包子的，我又不是做包子的，我家里没有老面种哎，要怎么蒸啊？要蒸多久啊？以前是用竹蒸笼啊，那个大包是用生的，要久一点，大火蒸18分钟，叉烧就是10分钟了。春夏季创意点心，哇，真的有创意点心啊！我的小苹果，竟然有一道菜，我就做我的小苹果嘞。Hello， 你好，你好，你是阿伦师傅是吧？对。哇，这个就是你颠覆版本的那个包点是吧？啊。哎，首先呢，以外形来看哦，它就跟我熟悉的包点呢，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为什么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造型呢？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是拍照先才吃的。我们要从哪一个开始呢？你喜欢？我喜欢啊。我要先吃的就是这个。这个呢，它看似山竹。山竹。它的外面呢是脆脆的，里头好像是麻糬这样的。对。哦，所以那个麻糬的里头的味道呢，就是那个杏仁的味道。对，南杏仁、北杏仁，还有一个龙王杏仁，3种提炼。一咬下去的时候呢，那个杏仁的香气呢就扑鼻而来。那个麻糬呢，一做到恰到的好处，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也不会粘牙。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颠覆的很好的一种甜点包点。对 ，OK， 下一道，冬菇包。哎呦，我还以为它只是做表面功夫嘞，原来下面它也做了那个劲啊。这个呢，就是注意了很多的那个小细节。OK， 跟我说里面用了什么香菇？有3种牛肝菌、杏鲍菇，还有松菇。包好了之后，那个面粉浆水插上去之后，准备锅锅粉，然后放在里面给它发。哦，在发之前你就得把它做成这个了，所以蒸出来的时候没有2个是同样 pattern 的。是。哇，真的是很有心思。好。接下来这一个，我觉得里头是叉烧。对了，这个叫做雪山柚子叉烧包。OK， 所以这个是柚子，这个就是柚子的那个劲。对。啊。它的外皮呢，感觉上啊，好像是有那种糖霜，然后你烤过的，还有一层薄薄的、有点脆脆这样子的那个皮，那个叉烧的那个香气在那边，一口下去的时候呢，的确是有那个满足感。所以我觉得今天你颠覆的包点呢，非常有那个心思，时刻在吃的时候呢，都可以感受到你那个诚意在那边。谢谢你的阿伦。Chef， 你决定好了没有？我们要还原什么点心和包点啊？点心的学问太深了。那据前面的人分享的话，叉烧包呢是广式点心的主角嘛。那大包的话又具有本地的特色。要不我们就还原这2道。大包呢跟这个叉烧包呢，会勾起很多人的儿时的回忆。是，我再带你去一家老字号，听说啦，他们那边的点心和包点啊，是有保留了这个古早味的精神的。好，就是在这里了哈。Ernest， 嗨，你好 ，Hello。知道啊，你们这边呢是一个老字号啦。晚上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年轻人来这边吃点心跟包点的，是宵夜打卡的最佳地方来的。是。所以我们之前这边都是比较老一辈的啊，还有晚上嘉德士的司机都过来吃的。现在基本上70%的生意是年轻人跟游客。哦，怪不得我常来。OK， 好 ，OK， 所以现在呢，就麻烦你啊，准备一下比较传统一些点心，我们在冷气房里头慢慢的聊聊，好不好？我们进去，我请你吃。很好。走。这个不是你全部的菜单吧？不是，还有更多啊？这个差不多是30%的，啊，只有30%而已啊。我们现在的菜单有差不多8、9样，很多样化。
早上是专门是卖点心，可是晚上我们就开始卖猪炒。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店的历史吗？我的爷爷在1962年成立的，之前 Jalan Besar 晚上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地方，这边有那个新世界游乐场，也是有 Jalan Besar 体育场。我的爷爷是看到有一个机会来做一个宵夜的地方。之前他会做点心的吗？之前是不会做点心，好像是在牛车水请来一个会做点心的。很有想法哦。对，他是一个本地人来的，所以他第一个 menu 就是本地的广式点心。你的爷爷他以前的旧址就是这间店啊，不是吧？对，我们这边旁边的那间就是第一间店，早上6点到10点是我们的早茶，晚餐跟宵夜是从晚上6点到凌晨3点。那时候的人啊，来这边吃点心啊，他们必吃的有哪几些呢？那时候最招牌的是我们的大包，那时候的大包比这个大力点啊，吃得饱。随着时代的变迁啊，你们的这些广式点心跟包点呢，有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大致上所看到的传统的点心都是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大包跟叉烧包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改变。现在啊，我们就要对你们的这个大包哈，跟叉烧包啊，要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啊。以前的大包是差不多180克，现在小到140克，小了40克啊。可是你可以很吃很多东西。是。哦，哇哦。所以我们大包里面主要是有猪肉片、鸡腿肉、沙葛、香菇跟鸡蛋。以前的鸡肉是有带皮带骨，可是骨比较麻烦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没有骨的鸡肉。你有一段日子，我们也是把那个皮拿掉，因为我的爷爷看到很多人把那个皮挑出来，可是后来发现到没有皮就不够香，所以我们就把皮放回去。因为那个皮里头啊，你蒸的时候啊，那个鸡油就会出来，我的那个香气啊，变得更加的浓郁。对，你们是用什么来调味的？因为当我们在吃的时候哈，很多汁，然后有那个酒的香气在里头。里面我们有蚝油、麻油啊、酱青、葱啊、胡椒粉啊、花雕酒，颜色有点深，应该还有黑酱油。对对，有一点黑酱油，对。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有诶，它做到很juicy的，很juicy。对我相信古早味的大包哈，会更加的juicy啦，因为它更大嘛，更大，对，它里头的馅料更多嘛。对。这样它的肉它是用什么肉呢？猪肉是用前腿肉，瘦肉差不多在78%，肥的是30%。大致上我们的大包的做法跟60年前是没有什么改过了。所以只是切肉的方式，以前是用手切，可是现在因为量的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是用机器来代替这个切肉做法。就是手工切的话，那个大小就不一样，要有口感吧，我想。是，可是包那个大包还是照样用手工来包的。我们在还原这个大包的时候，几乎每样东西了，就是要手工去做。是。你们的叉烧包啊，从早年到现在有没有做怎么样的改变呢？是一样的，切肉的方式就改了一点，就是用机器来切，它就稍微小了一点。那个叉烧还是你们自己烧的吗？对，我们自己烧的。对，烧叉烧方式也是有不同。以前我们是用火炭来烧，在阿波罗炉在烧，可是现在我们用 combi oven 来烧，它就少了那个炭香的那个味道。也有可能对。所以它的肥瘦是大概多少？肥瘦也是差不多38%肥，70%瘦了。我们是用梅肉的。调味有哪一些？里面有盐、糖、味精、麻油、黑酱油，还有酱青，腌了差不多5到6个小时，然后我们来去烧这个叉烧。那做这个馅的时候呢，用什么去调味呢？我们有用叉烧油，还有蚝油、糖啊、水啊、盐、生粉全部加进去。以前的叉烧包的形状哈，是不是像你们这样子的比较小？以前是稍微比较大一点，28%吧，20%，不少了。刚好在吃那个包子皮的时候，他们是用同样的那个皮的，是不是？对，同样的皮来的。哦，那个皮的制作工序用的材料又有哪一些呢？所以我们叉烧包的皮是用我们面种，然后加那个粉，然后拿去发，然后明天我们才可以用来。所以就是用那个面种，然后揉出来的那个新的面团，就是从那边呢就是做包的皮。这个面种是60年面种，比我还老啊，60年的面。朋友，我们需要面种，
肩膀肿了。无论如何啊，你都要把这个面种给生出来啊。好。香蕉巧克力，Chicken curry， 榴莲，这样奇怪的口味有人要吃吗？嘿，帅哥，今天要吃什么包？包君满意哦。哎呀，你这个人啊，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包天啊，在我面前哦，竟敢跟我打包票啊！那好，你就给我吃几个包子哈，包我会开心的。好，没问题。你还在等什么？去啊！好，没问题，现在就去。哎，这就是你要点的包子。拜托，我有点那么多吗？每样来一个。哇，真的是五颜六色嘞！对。为什么你的有这样多颜色、这样多白灯的？你用什么去染色的？这些颜色其实都是来自天然的蔬菜果汁，比如讲我们的胡萝卜汁、菠菜汁、红曲米啊，又或者是斑斓汁之类的。这个面皮也是没有这个防腐剂的，所以我们标榜的就是比较健康的这个包子馒头啦。有哪一个比较奇特的口味的？也就是这个香蕉巧克力。那个巧克力的那个香气，是蛮浓的，对，小心烫。呀，你的这个包子皮啊，真的非常软，而且不粘牙，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高筋高蛋白的这个面粉。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比较特别的，我会说是榴莲吧，榴莲口味。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榴莲啊。哪一种榴莲？这是D24的榴莲。我们也是有一些比较具南洋风味的包子，比如讲咖喱鸡啊，或者是黑糖椰丝的包子。黑糖椰丝，就比较迎合这里本地人的那个口味了。你的这些包子呢，真的是颠覆了那个传统的那个包子，无论是它的那个卖相啦，还是里头的口味啊，我觉得都带给了一些很多的那个惊喜。兄弟啊，你是要带我去哪里呀？你不是一直在烦那个面种咯？我不是在烦的，我是在烦你，好不好？也是看你找还是找不到啊。我现在找到了。你真的找到了？找到了，千辛万苦。现在我要亮出这个王牌了。哇，你讲王牌，我就对他的这个期望是非常的高了。兄弟，不瞒你说，我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人，你让人带我去人家的家做梦，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来求他了。呀，你们来了，好像我在电视看歌里嘞。我没有看过你在电视，不过我看过你在他的脸上。你们怎么长得那么像？你是他哥哥？不是啊，我是他老爸。陈爸爸，什么是老面种呢？老面种是以前那些师傅留下来的，这是酵母来的，可以做叉烧包啊，做其他包的一样的功效。所以它是一个酵母来的。是。我很好奇哦，为什么你爸爸会有老面种呢？难道您也是一个厨师来的吗？对啊，我也是做了40年的厨师吧，点心师傅。点心师傅啊。OK， 好，我很想知道要怎么保存这个老面种呢？我们每一次发的面剩下一点点就收起来，装好它就放在急冻那里。需要的时候呢，就拿出来掺那个面粉，就给它发。是要放在 frozen 的哈。对。那现在我们来做吧。好。现在我们就用8两的老面。OK。所以它下面不用放粉的哦。不用。这些老面种是那么湿的。现在这个老面放在这里了，先放糖，把糖跟这个老面拆均匀它，拆到它溶掉啊。化掉。因为你不拆那个糖啊，蒸起来那个皮会很湿啊。蒸起来那个皮会很湿。抽粉放下去，它会膨胀。一放下去它就会整个膨胀起来了。是哦，马上好像就变成比较的浓稠这样子。浓稠啊，你看。现在你要加猪油。猪油。在本地他们在做这些包子皮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加猪油的呢？对啊，因为猪油它有起到那个光滑的作用啊。如果加牛油可以吗？不行，那个颜色就不同了。然后这个中间面粉放下去，跟那个泡打粉一起了。OK。坦白说了，真的是还好有你爸爸，因为我们
真的四处打听啦，到目前为止啊，所有的店家们都会觉得说包子皮的制作啊，是他们的镇店之宝来的，所以也没有人会跟我们分享说到底要用什么来做，分量有多少。所以这次啊，你真的是，我不能说你遇到贵人呢，因为你33年前就已经遇到了，呀。这样就可以了。做好的时候呢，我们就放在那个大蒸笼里面，不要马上蒸。包好了之后要放在一边，就是要再给它醒一下。醒啦。OK， 这样包咯，这个手这样。我要试一下嘞。然后就。可是你要记得嘞，以前的大包哦，比现在的大15%嘞。可能那个皮到时候我们就不要45克，去到60克咯。对对。哎呦，你都做得很好咯。好了，我给你收一下吧，就这个头捏起来，慢慢收一下口就可以了。哦 ，OK 啦。当我看到你这样的成果的时候，我对你是蛮有信心的。非常谢谢陈爸爸今天帮完我们。好，然后我带你，祝你的儿子一切顺利。不要丢你老爸的脸。OK。终于到了还原的这一天了。是。我不懂要说哈，老天哈是帮忙我们还是在烦我们呢？因为现在正下着雨。对，没有关系。重点是今天我们要还原的呢，就是2战之后的广式点心跟包点，也就是叉烧包、大包。所以，你要怎么腌制你的这个叉烧呢？基于前面2位达人的分享，我们就用南乳来拿色。选择的肉就是五花肉，肥瘦的比例应该是比例的话，我是选择6:4嘛，因为继前面达人的分享，古早味的话都是会比较肥，比较多油脂。是，所以是60%的肥肉，40%的瘦肉。没有。你有听我在说话？是，很好。那我就放糖，可能要多一点糖的。是，然后我们就放一点点的蚝油，一点点那个花雕酒，还有一点点的生抽。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颜色其实都够红的了。的确啦，达人他们就是说呢，5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在腌制叉烧的时候是用这个南乳的哦。是，然后现在我们处理我们的五花肉，把那个皮去掉。因为皮，如果你来做那个馅料的话，对也不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又不是说做那个烧肉嘛，烧肉我们就需要那个皮。是，我们大概敲一下吧，就是让它的肉比较松一点。好。那我们给它腌制一下。好，多长的时间呢？6个小时左右吧。好，谢谢，我们下班了。不过这个是你早已经腌制好了嘛，对不对？是。好，挂中间吧。等一下，等它有一点温度了，我们再挂旁边。 OK 呀。找点别的东西做吧。好啊，切点等一下那个大包的馅料。大包的馅料，我选择那个梅头肉。有些店家他们都说哦，他们是用那个前腿肉嘛。为什么你不要用前腿肉呢？那前腿肉的话，有些地方那个筋会比较多一点。这个梅头肉啊，因为它的那个肥瘦的比例大概是3:7嘛，更符合那个古早味的那个口感。好，这样子这些肉应该够了哈。是。好，我们要开始腌那个肉了，是吗？对。现在你已经把这个沙葛跟这个肉搅拌在一起了。是。现在我们可以切一点芫荽，还有一点点葱。OK。现在就下一点点蚝油，一点点酱青，还有糖、盐。花雕酒，现在我放一点点麻油。OK， 除了这个猪肉跟沙葛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材料？冬菇还有腊肠、鸡翅掺一点鸡腿肉。为什么你会选择鸡中翅还有鸡腿呢？因为之前那些店家都有说，古早味的话，他们都有用带皮带骨的鸡肉。我猜想呢，以前的古早味的包应该有这个鸡骨带出的那个甜味。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叉烧，很好。其实现在你可以上那个麦芽糖了，对不对？是。OK， 哇，其实烧出来还蛮美的哈，有那个淡红这样的颜色。放在了对。放了这个麦芽糖，当然也会增加它的那个甜度。与此同时呢，因为有那个糖嘛，对不对？是会糖化，然后有那个焦香味。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有提到这个大包里头要用的那些材料了哈。对。可是啊，你一直没有提到的其中一样哈，就是这个，也就是鲍鱼。对。你看来我们就在这边有点小纠结，对不对？因为这个孙老板跟凤婷都说呢，这个大包里头呢是有放这个鲍鱼的，所以很简单的，我们的材料不是很少，很多。是。所以我们就做2个版本的大包子。好。叉烧，我们现在要不要打开来看一下了？刚刚我们上了麦芽糖，应该差不多。哇，哦，可以了。哇，现在我们给它稍微的冷却，与此同时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它的酱汁，是吗？是，拿一点这个叉烧的汁，加一点叉烧油了。好，所以现在油已经热了，加一点点水，下一点点蚝油。然后我们还得勾芡是吗？是 ，OK。但你在搅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切这个叉烧啊？呀，要切薄就比较有口感一点。OK。叉烧汁好了，跟它淋在这个叉烧上面。是。哇。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包子的皮。这个我就完全不帮你了哈，因为那天哈你爸爸教你的时候我都看着了。是。如果你做不出的话，那是你的问题了。那就只能怪我爸爸。这是没良心的东西呀！哎呀，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所以你是加入糖、臭粉、猪油、泡打粉还有面粉。OK， 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好，现在我们要开始包那个大包了啊！我先试一个，看够大吗？呀，我觉得好像有够大啦。OK， 哇，这个肉很多，很好。蛋你要放多少？以前的大包比较大，蛋比较多嘛，是，我就用1/4，那也比现在的1/8大。是。哇，哎，不错嘞，似模似样嘞。OK， 然后有一定的重量，我感觉越做越大呢。今天你拿来的是小鲍鱼，就不用切嘛。很重嘞，这更大个。我看到我们一笼哦，只可以蒸哦4个而已啦。你觉得需要多长的时间？半个小时 ，OK 咯。现在我们就要包那个叉烧包。古早味的叉烧包呢，比现在的叉烧包呢大出20%。那个皮不要太厚，然后哦，我就要这样。喂 ，OK， 好了。哇，哎，还有出水嘞，感觉那个火不够大了。哎，我们今天呢成功与否呢，全部呢都是在这笼子里头了。天色已暗了，我们出去外面去找萤火虫吧。好呀！哇，是有一点不完美啦。就很明显就是手工的啦。是纯手工，纯手工的呀！你要吃哪一个包呢？我们先吃叉烧包。好，好吧。哇，好吃哎！真的吗？那酱汁也蛮多的。皮的话呢，可能我捏的不美啦，上面会比较厚那么一点。坦白说，我没什么好嫌弃的。这个皮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那个叉烧啊，如果50、60年代吃到的叉烧的味道哈，就是这样子的话，是，我觉得那时候的人呢真的是很幸福的，所以有可能是我最喜欢吃的叉烧包，哎，真的好吃嘞。来，我们做的大包来比，哇，行，很重，要不我们一人一半吧？好，哇哦。哇哦，那个香气，那个盐水的香气，对我自己感觉味道还可以再重一点，是吧？是，这个就是我儿时的回忆。吃那个大包的时候呢，就有整块的那个鸡肉在那边，然后还有那个鸡骨的，那个鸡肉哈。有可能是因为它是被包在那个包子里头嘛，然后去蒸嘛，它那个骨头流出来的一些汁啊，都还在它的那个肉里头，所以是非常的软，非常的多汁，而且那个酒的那个香气在那边。Hello， 是啊。
它还有一个海鲜的那种鲜味啊，是多一个层次在那一边。对 ，Chef D 呀，谢谢你，也谢谢你给我这个挑战自己的机会。